能追本尊到这里，也只有你们江家。你不杀我，我传你五曜心经。提起五曜心经，我也景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小娃娃，你是不是叫江清流？你是谁？我姓大，叫大好人。你练过武功？当然，我爷爷说我学的可好了。你根骨不错，可是你练的一点都不好。你胡说！你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重要的是流畅和连贯。你试着在第3招气沉左腿，在第4招腰随气动，之后便可踢出2脚。心走风流，意沉锦溪，气沉丹田，如心如玉，如影随形，声东击西，斗转星移，飞沙走石，断石狼烟，日贯长虹，止戈为舞，刚柔并济，蜻蜓点水，气行周天。来了，来看看，顺便告个别。哟，这里怎么还有一颗长生尾玉？反正你每次都要喂我3颗，等你走了我就吐1颗。这会儿你又来喂我，无非就是多睡一会儿。这么多年，清不清醒也不重要。来，张嘴。趁你现在还清醒，赶紧把五曜心经最后4句秘诀告诉我。这东西是真不好吃，要不你也尝尝？秘诀嘛，这么多年我已经告诉你前4句，这后4句，看你表现，看我心情。也许再等个10年8年吧。少爷，要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要今天告诉你啊？为什么？很简单，再过1个时辰，我就要将5行龙印传给江清流了。也就是说，他将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江湖上除魔卫道的事情，老朽可就管不了了。我和你之间也就再无关系。但有一件事情，我今天必须办。清流这个孩子武功虽然很高，但为人太过善良，江湖阅历也太浅了。而你呢，生性残暴，诡计多端，一旦逃出升天，
将会是清流最大的隐患。我是他的爷爷，这件事情我必须现在就帮他解决掉。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你把《五曜心经》最后4句秘诀告诉我，我把它传给清流。你的武功绝学也算是个传承，我给你留全尸；要么我就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让你和你的《五曜心经》从此在江湖上消失，江湖上再也无人知晓。对，还有件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老了，头发也都白了，可你却没有变。这长生不老之术，老夫也想知晓。长生丸啊，你也试试长生丸啊。少废话，你到底说不说？江湖上的各大门派知不知道你？他们如此信任的武林盟主江隐天，竟是如此道貌岸然的卑鄙小人。你不是号称天下第一吗？你信不信？我现在杀你都不用武功。江隐天，你堂堂武林盟主，打着匡扶正义的名号，把本尊关在这蛇鼠之地，其实不过是为了这本经书。以你江家现在在武林上的地位，这件事传出去，你就不怕被人耻笑吗？传出去？谁传出去？你还是我？别忘了，你是江湖上第1号杀人魔头，你甚至背信弃义的杀死了自己的师父，还是血洗了寒阴谷的叛徒。我也请行。你的话会有人信吗？江湖上的人不知道的事儿还多呢。不知道江家那个小娃娃即将上任的武林盟主，他要是知道他爹江少桑不是我杀的，你这个当爷爷的还……谁都知道，是你杀了江清流的亲爹，也就是我的独子江少桑。谁？什么人？清流。爷爷，你怎么到地牢来了？奶奶已经到了，让您过去主持接任大典。方才发现您不在，四处寻找，才发现您在这儿。刚才我们的话，你都听见了？啊，爷爷，虽然刚刚看见门外碎石飞起，好奇心驱使，才下来看看。你来的正好，认识一下。这位就是江湖上谈虎色变的第1魔头，火野锦行。他不但欺师灭祖、血洗同门，而且以天下武林正道为敌。今天是你继任盟主的日子，爷爷要你亲手杀掉他。一来，在天下英雄面前立威；二来，就算是给天下英雄一个见面礼吧。除魔卫道，这是你的责任。别忘了，你的父亲就是死于繁心掌。你杀他，也算是替父报仇。真的是你杀了我爹？你刚刚是听到了？老爷，老爷，自打我14岁行走江湖开始，我爷爷就告诉我，我爷锦行是你江清流的杀父仇人，而且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傅，大好人。一派胡言。从小开始，我练的就是我们江家的9分剑法和残笑神功。你教的那些，
只不过是糊弄人的小把戏罢了。残像神功，那才是骗小孩的玩意儿。你爷爷也只不过练到第8层，若不是我从小点拨你修炼心法，你以为你会比你爷爷强吗？我承认，你是教会我不少东西，所以我才没有在得知是你杀了我父亲之后，就立马回来取你性命。今天你就给我一个痛快话，是不是你杀了我爹？你问我，你爹是不是我杀的？对。小娃娃长大喽。你说什么？你当时没有杀我，并不是念什么师徒之情，而是你并不完全相信你爷爷的话，对吗？请问姑娘如何称呼？是何门何派？继任大典不请自来，有何贵干？我叫什么用不着你们管，我无门无派，今天来就是来砸场子。啊！他是何人？什么人？你这婆娘，个子不高，胆子不小。今天是武林盟主的继任大典，竟敢在这里说这种话！你知道在座的都是谁吗？哼，我管你在座的猫三狗四，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废物。当然，也包括你。找死！武林中武功最高者方能成为武林盟主。我是来挑战的，比武还是比酒，你们挑。难道我爹真不是你杀的？我真的没有杀你爹，不过我也真的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当年在雁荡山，本尊身中暗器，晕厥之前算起来活着的一共有5个人，醒来之后本尊就在这儿，活着的就只剩我跟你爷爷了。我说我没有杀你爹，信不信由你。少庄主，有一名异域女子来大殿上捣乱，说要挑战武林盟主，现在正在跟梅公子过招。老爷怕有什么意外，让你赶紧回去。好，你回去告诉你。是，我这就走。等会儿我再回来问你。等等，江清流，刚才你提剑之时，明显剑气不足。这若是一时怒火攻心也就罢了，如若不是，恐怕你的残像神功有问题了。走火入魔？我练的可是残像神功，乃是正派心法，就算练不好，也不至于上身。总之，无论等一下那异域女子武功如何，你都不可弃过中庭，否则必定走火入魔。当然了，办法不是没有。你会回来的。比武就比武，玩暗器有点太不入流了吧？是啊，他有铁扇做明器，我为什么就不能用牛毛金针做暗器呢？那好，姑娘，听说你要挑战武林盟主，那咱俩就光明正大的比试一番，谁也不让着谁。看来你就是继任的武林盟主了，果然气度不凡。不过，我可是已经打了2场了，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妖女，刚才你飞暗器的时候怎么不喊累啊？那这样，我让你3招，只守不攻。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分剑法不足，但是这9把剑影，真不行吗？放心。动手！是。将军的9分剑法果然出神入化，对付区区一个妖女不在话下。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你呀，连这筋骨皮都练不好，更看不出这一口气的差距。哎，要不是我救的你，你这口气差点就没了。哼！怎么，发现自己和江兄差距太大，灰心了？不是，江兄这剑招虽高，可是剑气。刚才主约那一招，明明可以赢过这妖女，这才是残象神符的第5层啊！将军小心，此人故意拖延时间，可能有诈。清流，速速斩杀妖女！各大掌门，请随老夫去地牢。好。江兄，你没事吧？扶我去地牢，走。好，走。也是一帮无名尸首，看不出门派，果然和刚才的妖女是一伙的。11年来，伯爷景行都是关在江家的地牢，这武林都知道。有人觊觎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会是在今天来劫狱把伯爷景行救走呢？不管是劫还是救，伯爷景行没有跟他们走，只是杀了他们自己跑了。爷爷，伯爷景行跑了。清流，你怎么受伤了？没有。刚才跟那妖女打斗之时，本想使出燃焰，结果……张清流，刚才你提剑之时，明显剑气不足。如若无事，恐怕你的残象神功有问题了。走火入魔，我练的残象神功可是正派心法，就算练不好，也不至于伤身。结果一时大意，让他给跑了。
对，那妖女施法奇怪，突然向我袭来。江兄是为了救我，才被那魔女踢了一脚。各位掌门，你们先回聚贤厅等我一下，老朽要去送孙儿。气血瘀滞，内气骚动，已然是走火入魔之象。清流，除了梅公二人，还有谁知道你内力受损？没有。前几日我在后山练剑的时候，就感觉浑身乏力，中庭穴隐隐作痛。方才为了使出燃液，才冒险气过中庭，结果瞬间四肢剧痛，浑身乏力。少卿，依你看，清流的伤势有多严重？伤心，你但说无妨，我挺得住。伤心可保你性命无忧，但你体内经脉受创，气息虚浮，恐怕什么？恐怕武功是不能再恢复了。伤心姑娘，你们天香谷是武林第一药王国，而你们父女又被江湖上视为天下第一神医，难道就没有办法救救清流吗？天香谷屡受江家恩惠，清流与我二人又是自小就相识，我若着实有办法，便是拼上性命也在所不辞。只是你所练的残象神功非比寻常，况且如今你已经练到第9层了，内功之深厚，实在并非我所能控制的。为今之计，只有好生调养，确保性命无忧再做打算。我们武林中人失去了武功，就跟废物一样。总之，无论等一下那异域女子武功如何，你都不可欺过中庭，否则必定走火入魔。当然了，办法倒不是没有。伤心姑娘，有没有可能将我体内的内力先全数转移至另外一位武功高强的人身上，再通过慢慢静养取回内力，这样可否恢复武功呢？此举虽貌似可行，但极为凶险。每个人所练的心法不同，况且经脉所能承受的内力也是极为有限的。放眼江湖，能承载残象神功第9层内力的人，着实不多。就算江爷爷也……这样吧，爷爷，武林各派都还在，我去安抚安抚。好，爷爷。伤心姑娘，你给清流先开个方子，让他好好调养调养。清流怎么样了？他没事，只是受了些许轻微内伤，调理下内力就好。婉婵啊，你带伤心姑娘去药膳房，学学她的方子。万一伤姑娘有事走了，你可以给清流煎药了。是，伤心姑娘，随我来吧。走吧，去聚贤厅。这个伯爷景行真是冥顽不化。咱们的人明明是救了他，他居然杀了咱们的人逃走了。其他武林中人可看出你的武功？对付他们还用不着咱们阴阳道的武。不过这个江清流倒是有点真本事，残响神功名不虚传。这个残象神功只是五曜心经的一支，威力尚且如此，可见练成五曜神功，真的可以称霸武林，天下无敌。只可惜呀，
五亚新经已在我们手中，却迟迟得不到你爹的那8句秘诀。恐怕博野景行这次逃出江家地牢，我们以后更难抓住他了。当初要是被我炼成这颗不灭丹，博野景行就算知道那8句心法秘诀，也照样不是我的对手。11年了，何时才能练到第4层？华掌门，你能坐下消停会儿吗？转得我头都晕了。哎，博野景行这个大魔头跑了，你说我还能坐得住吗？江盟主，陈璧山庄多年为江湖之首，武林中人马首是瞻，因此一直将博野景行囚禁于此，方感心安。如今博野景行从陈璧山庄逃走，已不知所踪，极有可能再次危害江湖。陈璧山庄是不是应该给在座的各位一个交代？今日之事，确实是我陈璧山庄的疏忽。我现在就给各位一个承诺，就算搭上我这条老命，也会把博野景行抓回来。话是这么说，但是能否做到，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陈璧山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各位掌门，现在追究谁的责任，也无济于事。眼下当务之急，就是立即抓住博野景行。博野景行11年来不见天日，精神涣散，而且身体武功大不如前，相信他跑不了多远。如今唯一之计，就是在江湖发布通缉令及诸位之令，将博野景行速速抓回陈璧山庄地牢。我呢，已经安排下属在临安城4周张贴博野景行的画像，相信在很短的时间里，博野景行就会有消息了。今日时辰也不早了，请各位前辈先到后厅用膳，今夜大家就小住陈璧山庄一晚。明天开始，我们正式全力抓捕博野景。
其他倒没有，但他就是不肯承认。所以我想来问问您，到底是不是他杀的我父亲？这件事情从你懂事，我就说了无数次了。11年前雁荡山一战，你父亲被伯爷景行所杀，还杀了2个家丁，我也身负重伤，拼死才把他抓住。你行走江湖也不短了，你见过哪个恶人主动承认过自己的罪行啊？他伯爷景行要是肯承认自己罪行的话，你觉得他还会是这武林中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大魔头吗？想想吧。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上信，如果将我的内力先转移至另一人体内，再慢慢取回，这样可否有望恢复武功？此举虽貌似可行，但极为凶险。放眼江湖，能承载残象神功第9层的人，只怕不多。你这个小娃娃还算有良心，比你那个狼心狗肺的爷爷强多了。别逞能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不可弃国中庭。怎么样？你现在知道了吧？所以啊，不听师傅言，吃亏在眼前。再说了，别说你现在内力全失，就算你安然无恙，也不是为师的对手啊。那不知道你是不是长生丸的对手？哟，小娃娃还学会顶嘴了。我劝你啊，还是快点放为师离开，等我高兴了，自然会为你行宫运气。放你离开？好啊，若没了长生丸，恐怕你今日踏出这个门，也挨不过明日。无耻小儿，我看你是不想恢复内力了。你怎么能帮我恢复内力？那个女娃娃的话我可都听见了，你也不动脑子想想，本尊怎么说也是全武林公认的第1高手。你们江家的残象神功也只不过是5曜神功里面的一种，而我可是先练5曜心经，又练8句秘诀。你想要找一个人转移内力，再一点点取回来，除了本尊，全武林唯一会5曜神功的人，应该没有第2人选了吧？你真的能帮我恢复内力？当然，不过你们江家囚禁本尊11年，想要求我，总不能空手相求吧？你想要什么？唉，现在嘛，我饿了。其实也不饿，就是有点馋。我真想现在就把你送入地牢。你不会的，你知道我是唯一能帮你的人。说你的条件。我需要1年的时间去搞清楚一桩陈年旧事。走火入魔并非1日可以痊愈，我保证你1年之后可以恢复武功。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可以不相信我啊，最多不过我再回到这地牢之中。我已经习惯了，不过对你来说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江盟主？好，我答应你。不过这1年里，你必须随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如果你能做到，就可以答应你；做不到，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地牢。成交。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爹的死，你必须告诉我真相。夫人，还是没有消息？没有。不愧是伯爷景行啊，被关了11年了，一逃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各关口要道都安排了人，凭他现在的情况，谅他也逃不了多远。他不想来，就证明他也有想找的人。想想他会去哪儿？他要找谁我不管，但是我要找他，报我的杀父之仇。对，杀父之仇。清流，我是婉婵。清流，清流，婉婵，你怎么了？出了这么多汗？哦，我刚刚出去散步了，所以出了些汗。我还以为你在书房，我刚想推门进去，丫鬟们说你饿了，我就给你准备了点心，我给你拿进去吧。刚好饿了。哎，对了，婉婵，我今天晚上还有些事要处理，会忙到很晚，这个我留下，你先回去吧。那你今晚会不会放睡啊？伯爷景行，伯爷景行。真的是伯爷景行。本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洗干净了还是伯爷景行。夫人，这是您最爱吃的青菜，对身体好，您多吃点。清流怎么还没来啊？回老夫人，少爷身体有些不适，就让你们先吃，不必等他了。清流又有哪里不舒服啊？少爷说身体有些乏困，不想走动。晚饭已经嘱咐厨房，直接送到少爷房间里了。上仙姑娘开的方子，按时给少爷煎服了吗？回老爷，少夫人每天都按时叮嘱厨房煎药，送去给少爷。只是什么？只是少爷今日有些古怪。有何古怪？就是今日少爷忽然食欲极好，也是忽然极好，一日三餐全部吃完之外，还要备些茶点吃。能吃是好事，婉婵，一会儿你去看看清流，为人妇要知冷暖，多说说体己话。是。你先下去吧。啊，少爷想吃什么就让厨房做。是老爷。哎，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说，如今孙儿的身体又成了这样，这是要让我们江家绝后啊！算了，吃饭。
这么多好吃的都没有合你胃口的，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运功疗伤？这么着急啊？我还以为凭江盟主的功底，至少还能挺个1日半日的。少给我废话！我看你是开始怀念你的地牢生活了，是吧？不想。拿来吧。你还要什么？长生丸啊！你不是要疗伤吗？你忘了，是谁把我变成这副体弱多病的身体了？要不是为了长生丸，你以为本尊还需要躲在你这副破瓦下，委曲求全吗？你知道就好。咱们这叫公平交易。我说，你有谱没谱啊？哼。轻声浊降，气归脐下，会阴上提，气升于底，呼气顺畅，气沉丹田，调整内息。如今我已将你体内3分功力传入到我的体内，按照你现在的承受能力，应该安息调养，待3日之后，我再取你2分功力。好。谁？少爷，是崔雪。何事？前边传话说是老爷在书房找你有事商量。退下吧。是。爷爷，你有事找我。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爷爷是担心，想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爷爷放心，孙儿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伤心姑娘开的方子，都按时服用了吗？都按时服用了。那就好好休息，养好伤，尽快恢复功力。现在你已经是武林盟主了，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好。对了，爷爷，有件事想问您一下。啊，说吧。伯爷景行确定是个男的吗？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吗？对了，金风雾传来消息，说阴阳道已经动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在他之前抓到伯爷景行，这样你的武林盟主地位就坚不可摧。好，赶紧去养伤吧。那孙儿先退下了。少夫人。少夫人好。清留在书房吗？刚才老爷找少爷有事，不知道回来没有。这个药先给我吧。不用了，我自己送。哦。
有点意思。似你一死，整个江湖唯我独尊。各大门派的掌门都已打道回府，您二位却一大早就来找我，怎么昨夜在山庄做了噩梦不成？伯爷景行是在江盟主眼皮底下逃之夭夭的，不知道整个陈壁山庄昨夜休息的好不好？那么，你们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落井下石的？老盟主，我们听说新盟主身患重疾，特意来看看。习武之人略有小恙，不足为奇。至于伯爷老贼，我和清流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不日便可取其项上人头。伯爷景行虽然被关了11年，但是凭他的功力，也不是白给的。如果抓不到，怎么办？那百里掌门想怎么办？如果我抓到了伯爷景行，那五行龙印是不是就是我的？那就得看百里公子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好，就等老盟主这句话。如此，老盟主，告辞了。送客。宁萧，你看，这百合前几天还没有什么动静，今天。这位公子，公子是否是迷路了？夫人果然好眼力，不知夫人是？你连我家少夫人都不认识，这位可是新任武林盟主江清流的夫人。哦，原来是江少夫人。在下初来乍到，一时眼拙，没有认出，恕在下无礼了。公子不必多礼。如果公子是来这花园赏花的，请自便；如果是迷了路，妾身可为公子指引。这个不知公子有何事？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啊？清流怎么将这房中之事也讲与公子听啊？至于我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早年清流兄游历江湖，义薄云天，我们私交甚好，所以他曾请教过在下，我也答应过他。这事儿啊，我帮定了。那，你怎么帮啊？
在下认识一位神医，保证夫人的心结药到病除。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夫人如何找到这位神医，只是什么？不知夫人可否也愿意帮在下一个小忙？助人乃分内之事，婉婵当然愿意。好，是这样。清流兄曾说过，江家祖传的长生丸可以让人容颜永驻。在下家中有一老母，如今重病缠身，只想在临终前能够暂保容颜。不知夫人可否愿意替在下寻得几例，让家母能够得偿所愿，也让在下能够尽一份孝道。公子的一片孝心让婉婵敬佩，只是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长生丸。既然清流向公子提起过，那公子为何不问清流索要？哦，是这样啊。区区几粒长生丸，在下实在不便麻烦盟主费心。毕竟这武林中的各种大师已经让盟主够忧心的了，况且盟主现在有恙在身。嗨，这样，今晚戌时就在这花园门口，我会带着这位神医前来。到时候夫人可一定要拿着这长生小药丸来见我啊。可是妾身从来没有见过长生丸的模样，怎么办啊？就是一种血红色的小药丸，夫人可一定要来啊！哎，公子，老贼，老贼，老贼！老贼！你醒了？老贼，你就不能好好的待在屋子里吗？哎呀，屋里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顺便参观参观你这陈璧山庄。果然是武林豪门呐，气派。你有没有遇到别人？没有。景公子，哎，少爷，您醒了。公子，这是您的茶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啊，少爷，景公子说救过您的命，那对我们江家来说，就是我们天大的恩人啊。景公子啊，大恩人啊，不敢当，不敢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嗯。小姐怎么了？啊，我看您心绪不宁的样子。少夫人，宁香，你先回去吧。我突然感觉到有点气闷，想在这里透透气。那您先在这里陪着小姐吧。啊，不用，你先回去备着沐浴的热水，我一会儿就到。是，那这灯，你拿去吧。那少夫人早些回去，这里蚊虫众多。公子不是说在后花园？我是怕天黑，夫人不方便，就自己找来了。哦，怎么样？药找到了吗？这是我从草药阁李伯那里要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哦，神医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你就照着这个地址去找。
就说是一位姓景的公子介绍的就行了。哎，咱们的交易完成了，少夫人早点回房间休息吧。去吧。江家小儿，兵不厌诈，今日就让为师好好给你上上最后一课。看着我，我们不认识，你说啥注意啊！可安宁了。哎，这人谁呀？走吧走吧，真没劲，走了也不认识。师兄，我说是你的男神博野景行重获自由了，又不是你重获自由了，你在街上瞎飞什么呀？你懂个屁！啊，这可是我等了11年的男神呀！啊，苍天不负我南山客呀！少爷，你看这，原来是江清流江盟主。怎么一个人出去散步，怎么不见你那美貌的娇娘呢？多谢百里伯伯的关心，清流的家事就不劳烦伯伯操心了。你好大的胆子！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约定的，谁先抓住博野景行，谁就是新的武林盟主。所以各位，请回吧。恕不远送。你。萧景啊，你说，咱们要是正常的夫妻，那多好啊！每天啊，我们吃着粗茶淡饭，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带着我们的孩子，就咱们3个人，像我们浪迹天涯的时候那样。你这个小娃娃，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那个时候啊，真的是我江清流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小娃娃，你知道吗？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而你呢，就是要做一个武林盟主，匡扶正义。那你呢？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本尊就是来游戏人间的，跟你们这些凡人可不一样。你撒谎！来人，
给本尊准备洗澡水，本尊好几天没洗澡了。小景，不许偷看啊！你要的药材我都给你带来了。从这些药材的剂量上来看，博野景行的身体应该支撑不了太久。你有什么打算吗？尽人事，听天命。大不了再回我的苍云岛，与山为邻，与海为伴，也挺好。若是我不想让你走呢？小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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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景，你怎么了？他的身体现在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以前只需1日2顿的胭脂丸，为了保存体力，现在的他也只能是越吃越多。翠雪，哎，少爷，少爷，怎么夫人怎么了？快去找苦莲子，快！是。小景，小景。醒了，醒了，小景。谷主，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又晕倒了，我看我还是得看着你。本尊有什么好看的？我力大如牛。小景，你还逞强？那你身上带那么多胭脂丸干嘛？还力大如牛？哎，苦神医啊，小景的身体
本尊好得很，是不是啊，苦神爷？啊，是吧？就是嘛，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你告诉我，你昨天是怎么晕在澡盆里的？你居然敢偷看我！这不是重点好吗？要不是因为我，你现在还泡在里面呢。哼，好像是稀罕看似的。江少爷，恐怕你还得去药房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多做一些花露来，越多越好。好，我这就去。你什么都不用多说了。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海阴谷的血仇已报，我现在也只剩下唯一的一个牵挂了。如果这个心愿也能了，那我就死而无憾了。不行，我坚决不允许你这么做。我必须这么做，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你一定要帮我，求你了，苦莲子。这是我求你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已经吩咐下去了，但是药房的人手不太够，花露要明天才能到。小娃娃，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你的武功还没有恢复呢。我的武功已经够了。哎呀，江隐天死了，没人管你了是吧？今晚运功，最后一次。这次运功之后，你的内力就完全恢复了。小景，干什么？你想过没有？白天说的事。什么事？咱们两个远离武林纷争，远离世俗矛盾的事。没想过。我知道你口是心非。我才没有。小景，你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胆小，从小到大都这样，从来不敢做任何叛逆的事情。多少双眼睛盯着我，我不敢辜负他们的期待。当然了，还有很多人等着看我的笑话。直到碰到你，你是那样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我有时候特后悔，当初没在地牢里杀了你。但命运真可笑啊，你说是不是？偏偏只有你能改变我。遇见了你，我变了好多。这都是因为你。你别说了。你听我说完。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江清流了。我现在愿意为了你，放弃所有的东西，愿意不惧怕武林的世俗。我想永远的和你在一起，你愿意吗？不愿意。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今天运完功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从此我们互不相欠。再也没有什么命运使然。你什么意思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武林盟主江清流。你最大的任务就是杀了我，博野景行。不行，我不同意。这件事情容不得你同不同意。请看一下，二位，
先看一下。给我一张。哦，我也看看。武林盟主江清流要挑战博野景行。博野景行这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抓到了？没抓到，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呢。哦，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我也来，真的有好戏看喽。我给我来一张。我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不太清楚，但凭少夫人的功夫，想走的不留痕迹也不是什么难事。少爷，还有，怎么了？本人江清流将于3日之后在寒阴谷挑战博野景行，欢迎江湖亲友前来观看。这什么鬼啊！我什么时候发过这样的告示？可是江湖上还有谁敢用您的名号去造谣啊？少爷，又怎么了？少夫人，博野景行回了告示，他说他接受你的挑战。你真的想好了？明天的胭脂丸还够吗？胭脂丸，苦莲子，你给我笑一个。真丑。现在胭脂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不就是跟小娃娃比个武吗？有什么可考虑的？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你保重吧。放心，命大，死不了。这个人年纪大了，就容易多愁善感。乖啊，你是跟江梅魂一样大吗？我想通了，既然我不能阻止你，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苦莲子，谢谢你。一直以来，都谢谢你。
江家小娃娃。 都懂，快点！我也行，我也行啊！这位小哥的装束很眼熟啊，是九华剑派的吧？正是我们。你们的掌门何应九可好？当年因为他在我面前放肆，我可是剁了他一只右手。还有你们什么大刀派，你们的名字起的也太搞笑了吧？还有什么武当，谁的手好像都是我剁的。本尊真是替你们感到羞耻，自家门派的武功都还没有练好，就出来称门称派了。 谁给你们的勇气啊？魔头，你听着，接着我天星剑门主就算把你千刀万剐，也报不了你杀我父亲之仇。哈哈哈哈哈！天星剑，你这个名字起的可相当好啊！此乃狂妄凶残之人，我松鹤派与你势不两立。势不两立。你太师傅可没有你这么凶啊！当年他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不死，要不？ 你也过来跟我比试两下？呸！要是输了呢，也不可耻，只能说明你松鹤派仍如往昔罢了。少林，小心！连个区区小药丸都避不开，还称什么剑什么派的？你们要不要脸？我还告诉你们，你们说的。 我都认，怎么着？谁敢出来单挑啊？声音比驴大，胆子比猫小。好了，别闹。江家小娃娃，你不是要挑战我吗？今日就让我领教一下。 你们江家9分剑法的真才实学，还真的？你下的告示，不会是闹着玩的吧？当然不是。那就来吧。有点意思。 自打我14岁行走江湖开始，我爷爷就告诉我，你伯爷景行是我江清流的杀父仇人，而且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傅，大好人。 夫妻对拜。慢着！我是金元秋，我才是今天的新娘。
那个，我想你了。江青流有孩子了，小景，这是咱们的孩子，咱们的没魂。来，叫妈妈。没事吧？江清流，你给我用尽全力。小景，这只是一场比武。这不是。你早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的。你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本尊还轮不到你这个小娃娃来教训我。小景，咱们走吧，离开这里，去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可能，不可能的，江清流！你看看后面，他们都在看着你，都在等着你，你不能让他们失望。可我为什么不能？你难道忍心看着天下百姓都落入百里天雄那个老贼手里吗？婉禅说过，你不是一个人的江清流。你是天下百姓的江清流。你今天要是打不赢我，我一辈子都看不起你，永远都看不起你。不光是我，江影天那个老贼，还有蓝山客、穿花蝶、金元秋、梅家娃娃、宫家娃娃，还有梅魂，都看不起你。这样总可以了吧？你没有尽全力，可我只有这一招了。那我来。
江盟主，今日怎么这么有心来老夫这儿坐上一坐？你不是刚当上武林盟主吗？怎么也不摆个宴席什么的？我想今天过来找你求证一个问题。你问吧。我手上的刀丝是不是有问题？很明显，被谷主断了一截。所以，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和我决斗的，对不对？他就是去死的。真符合他的风格。清流啊，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个儿子了？没魂，就是谷主给你留下的最好的礼物。小娃娃一定一出生就会舞剑。哎，打住啊！你不能这样胎教，他也是我的孩子。胎教？我们这胎教还不够意思啊！有几个婴儿在他娘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去降妖除魔了？降妖除魔，这个词就不能这样用，应该叫匡扶正义，对吧，梅魂？
好，匡扶正义，你开心就好。休息吧，我一个人走走，可能有故人在此。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位叫博野景行的前辈？在下陈璧山庄江梅魂。老头子，快出来！有贵客。你是江梅魂？这位前辈，啊，令尊最近可好？家父年初已然先去了。节哀。家父临走前，终日反复提及博野景行，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景氏真名。他还曾说家母在附近有过踪迹，所以我特意参军来此地驻守。请问，此处有哪位是博野景行前辈吗？你所找之人从未到过塞外。他托夫君师父相告，命夫君以其名义行走，以免故人伤怀。那前辈是？在下博野景行御用医师首席弟子水鬼蛟。这位是我的夫人单婉婵。